大家好，我是杨子。首先，我很荣幸可以站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些我自己的故事。其实刚开始节目组叫我过来的时候，我是拒绝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演跟讲我都明白，可是这两个字儿凑一块儿，我确实有点蒙圈了。所以我其实到现在都很紧张，我从来没有演讲过，没有当过这么多人演讲。希望大家可以给我一点掌声鼓励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给我这个演讲新人的鼓励。其实不光是演讲，我觉得在演戏方面我也是一个新人。可能很多人就会问，为什么在演戏方面我也是个新人呢？其实这事儿说起来比较长，今天想在这里跟大家好好聊一聊。把我自己的故事分享给大家。与其说是演讲，不如说出我自己的故事。首先是在我5岁那一年，我看到了《还珠格格》，我特别喜欢那个戏，喜欢我的偶像赵薇，梦想着可以成为她，想去巴一厂工作，想考上电影学院，想当一名演员，从此开始了我的演员之路。第一次演戏应该是一部电影，叫做《春天的狂想》，在里面我扮演一个群众演员，可能大家根本找不到我，但是那是我第一部戏，就开始了我的漫漫长路。记得爸爸带着我吧，跑遍了北京所有的剧组，我印象很深，拿着厚厚的那种资料，上面都是我的照片。遇到情况好的时候，可能导演说哦还不错，是段戏看一看。情况不好的时候，直接就扔到垃圾桶了。但那个时候的我年龄非常小，我不懂得说自尊是什么，或者玻璃心是什么，我只知道说啊，我想演戏，有机会就可以了。就这样演群演，当客串，拍广告，一直到我11岁那一年，我碰到了《家有儿女》。说实话，我非常感谢这个角色，因为小雪让大家认识了我，让大家喜欢上了我。可是我觉得这不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是我当时认识了丹丹阿姨跟哑铃叔叔，还有林从导演，他们这些前辈身体力行地告诉我，一个演员要做的是什么，什么是演员，怎么做人。所以这些年来，我一直特别感谢他们，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老师前辈们，在这里呢，给你们鞠一个躬，说一声谢谢。其实我还要感谢一个人，那就是我自己，因为我有了最初的梦想，一直坚持着，才有了现在的我。虽然我现在还在拼搏吧，但是我觉得这些我小时候的梦想都实现了。比如说在八一厂拍戏，考上电影学院，当一个演员，而且还见到了我偶像，我觉得这点很酷啊。所以在场的每一位，如果你们有自己的梦想，一定要坚持下去，因为我都实现了，万一梦想见鬼了呢，对吧？对，接下来就变成了我童星的道路。其实那个时候大家都说我是个童星，但是在我眼里，我觉得是个落寞的童星。那个时候的娱乐圈跟现在完全不一样，尤其是我15、16岁的时候，我是没有戏拍的，大家都认识我，可是我没有戏拍，我可能只能演一些儿童剧，一些很奇怪的节目。我说服自己去演了很多烂戏，但是我没有办法，那是没有选择。这种情绪一直到了我上大学，差不多大3的时候，我跟所有同龄人一样去试戏，去见导演，去被选择。那段时间我非常痛苦，我每天不知道该干什么。我曾经有过半年的时间，我接不到任何的戏，最后痛苦到去接了一部我自己非常不想演的戏，因为我觉得只是想证明自己，我还是演员。对，在此之后，我就不停地拍戏，没有休息过，一直到现在。有的人问我你为什么这么拼，因为我说我害怕当时的那种感觉再次浮现，我没有办法接受我没有拍戏的时候的恐惧感，而且我变得很自卑、不自信，甚至大家说什么我变得很敏感。直到我遇到了邱莹莹，这角色大家肯定都知道，但是大家却不知道我为什么演了这个角色。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，我接不到戏，被面临选择，直到这个戏导演找到了我，
因为之前跟导演合作过《战长沙》，跟侯大的团队都一起合作过。他们说，下半年有一个戏叫《欢乐颂》，要不要来试一下呀？你可以先去看小说，里面有5个女性角色，你先看看你喜欢哪个。我心里特别开心，我说哇，终于有人找我演戏，让我自己选，我的天啊！我就看小说，看半天，哦，有安迪、樊胜美、邱莹莹、曲筱绡，还有安居儿、关雎尔。我第一个选的就是子文姐那个角色，叫做曲筱绡。我就跟导演说，导演我要演曲筱绡。导演说，哎，不好意思啊，这个角色已经定完了。我说哦，这样啊，那安迪跟房胜美我演不了啊，那我关雎尔行吗？导演说，哎，不好意思，这关雎尔我们刚选了一个新人。我就琢磨了一下，让我选，这不就是只剩了一个邱莹莹吗？我还怎么选呀？当时我的2个选择，第一个就是不去演，第2个就是挑战她。直到这部戏开机的头1个星期，我给当时的演员副导演发了一条微信，我说我去。我说的这种去，其实当时在我心里有一种无奈，但是有一种挑战。我觉得大家都不看好这个角色，我希望可以演出不同的风格。可没有想到，我进组以后，每天都非常痛苦。大家都在跟我说，你把这个角色演出3个字拎不清就行了。他就是蠢啊，就是傻白甜啊，你就随便演就行了。我每一场戏对我来说都是煎熬。你们要懂得，当你身为一个演员，你明知道这个角色是你心里过不去坎儿的那一瞬间，你还要再接着演，你不知道你内心是多么煎熬。我就想，不行，我不能这样。我得把它演好，对，我想他怎么可爱一些，我开始给他设计动作，设计一些搞笑的台词，慢慢演出了我自己的风格。没成想播的时候，虽然大家都骂过他，肯定很多人骂过他吧？有吧？怎么可能？肯定大家5个里面最讨厌的就是他。但是，谢谢。但是我没有想到，我还是获得了一些观众的认可。真的很谢谢大家。对，说完这个角色，还有一个角色对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陆雪琪。如果说邱莹莹是我自己不看好的角色，那这个角色是大家不看好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陆雪琪在《诛仙》原著里面是一个冰雪美人，是个绝世大美女。别骗人了。好了，我相信我美。让我去演的时候，我内心也是有点崩溃。我想什么？我一个北京这么接地气儿的小女孩，让我去演个陆雪琪，我心里其实也是觉得这行吗？但我觉得大家都在骂我，当时我就想，哎，那你们都在骂我，为什么不挑战我呢？也许挑战一下你们可以接受啊。我就硬着头皮去演了，所以我就尝试了第一次拍仙侠戏，吊威亚，第一次知道什么是耍剑花。我每天在剧组不停地练，浑身都是伤，但我觉得我很开心。这2个角色彻底改变了我。播的时候没有想到陆雪琪也收获了我更多的粉丝，也有一部分的观众的认可，所以我觉得这就够了。有的时候其实结果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过程。我突然想到，我们上大学第1节课，我们的老师张辉老师指着我们全班32个同学说：“你们知道吗？你们今天来到了这个教室，你们每一个人都是艺术家，都是独一无二的。你们要相信你们自己。”今天我们班同学也来了，你们记得这句话吧？我们开学第1天老师跟我们说的，记得吗？我们是艺术家。那个时候我特别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会是艺术家，我们才17、18岁，我们怎么是艺术家？但是我很感谢老师当时说的那几句话，因为对，我们是天才。因为可能那个时候不懂老师说的话，现在的我可能这2年遇到了很多的事情，我有自卑的时候，我有不自信的时候，
我有觉得我是不是不适合演戏，可能要退出的时候，可能这几句话一直在我身边闪烁着说，我是与众不同的，我是艺术家，我们是天才。我觉得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吧，对，我们其实每个人都是平凡的，可能在座的每一个人都觉得我们很平凡，我们长得不好看，但是你们有梦想吗？还记得最初的梦想吗？就像我，虽然我也很平凡，但是我一直坚持下来了。其实我以前在大家的眼光底下都是一个乖乖女，大家对我的形象都是好乖啊，那个小雪，我一直活在大家期待的想象中。包括爸爸妈妈，我从来没有叛逆过。对待身边的工作人员、我的朋友，我全部都是希望活出他们喜欢的样子。所以我有一段时间觉得自己很累，直到这2年，我今年25岁了，我觉得我为什么活得这么累？我只是很热爱演戏，我希望活出真实的自我，我想让喜欢我的朋友知道，原来杨子是这个样子的。如果你们可以接受我真实的样子，还能继续喜欢我的话，我觉得那才是我最开心的。我的人生，我的事业，我所有的东西，我想自己做主。别人说的对，我可以接受；别人说的不对，我觉得我要拒绝。虽然这个过程很难，很多人都会不理解，说杨子你为什么这样？但是我觉得，其实这是我要做的。我想活得真实一些，去追逐我自己的梦想，去拍我自己喜欢的戏，不想去做一些大家都去做的东西。所以我觉得我现在把这个标签已经撕开了，我活得很轻松很自在，我有我爱的人，也有爱我的人，你们爱我，我也爱你们，你们一直守护着我，我也会一直守护着你们，其实就是这个样子。有爱的人，然后活出自己的样子，有自己的梦想，并且一路去追寻，我觉得这是非常美的事情。其实在我们出生那一刻，我觉得我们就是独一无二的，因为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跟你长得一样，或者是跟你有一样的名字。我们不要觉得自己很卑微，不要觉得自己很渺小，不要觉得自己很平凡，不是，大家都很伟大，因为这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跟你一样。所以如果你有最初的梦想，就去坚持，每一个梦想都是伟大的，每一个在座的你也都是伟大的。记住，世界上只有唯一一个你，我会跟你们一起努力。我是演员杨子，谢谢大家。